钱江的肖60到底是台怎样的车子呢？这台车并没有采用钱江主流的并列双缸发动机，钱江的并列双缸发动机几乎是铺满全排量了，唯独这台肖60采用的是 V2 结构。之前我就测过铃木的 SV 和 DR60， 只不过前2年主攻的是百公里加速，所以测的数据不是很全面。前2年呢，主攻百公里加速，就是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数据是一个空缺。然而百公里加速呢，也是最直观反映2台车动力差别的数据。也因为一直测市面上主流车型的加速数据，便建立自己的数据库，而且每一期视频都发有，从而呢让更多人看到国产车与进口车动力性能的差距。就因为这样的测评方向，压力给到了国产，所以最近几年国产车的动力水平进步得非常快。250的双缸机已经到了 6.2 秒，450的双缸机已经到了 4.2 秒。而450的四缸机也到了 3.8 秒，而800的四缸机轻松近 3.4 秒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不带头弄，中国摩托车加速数据还是一个空缺的状态，判断一台车的动力大小还停留在体感主观上面，那么中国国产自主品牌的摩托车动力水平根本不会进步那么快。还记得当年川崎忍者400给中国的是阉割限速版，而且还加价排队买，2年的时间，川崎忍者400彻底跌下神坛，而且还解开限速，马力呢也提到了48匹，所以自己不强大是根本不被国外看得起的。拿阉割版、减配版的投放给中国市场，出现国外和国内2种版本。国产自主品牌的车型呢一直在进步，而进口或者合资品牌呢一直在原地踏步。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过于捧国外品牌，即使是给阉割减配版的高昂的价格呢也认可，但是看到国内品牌呢却又是另外一种态度，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的对待。我们做媒体的必须把这些风气给纠正过来。我还是希望公平、公正、客观对待国内与国外品牌，过多的去捧一踩一，就会不思进取。现在国产车最主要的差距在电控和调教上面，所以在去年开始，我的测试项目由之前的主攻百公里加速，慢慢延伸到ECU的调教、动力的分布，还有对发动机的震动、油耗以及 ABS 的逻辑进行全面的分析，还有最全面的测试、耐用度测试。通过全面的分析车辆，让厂家或者是竞争厂家看到，从而呢对车辆进行针对性的优化，而竞争对手呢也能根据对方的车子进行对症下药，标定自己的车子，而消费者呢也能更加了解车辆的性能，对车辆的认知呢也能更深入。如果消费者一无所知的，他可能会粗制滥造，或者是拿阉割减配版拿到中国卖。我希望我做的能推动中国摩托车的发展。之前我测铃木 DR60 的时候，百公里加速是 4.4 秒，而这台肖60呢是 4.5 秒。肖60呢需要3档破百，而 DR60 呢2档就能破百。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里面的数据，0到50呢肖60要更加快一些，50到100铃木的 DR60 要更加快一些。如果肖60设置成2档破百的话，那么成绩可能就没差别了。我们从马力机上面看，这台发动机断火断油的转速在9100转左右，最大马力呢 64.8 匹，最大扭矩 58.3。 我们看一下曲线，它从6800转动力就开始调缓了，而极限的加速数据都看的是这段的动力，所以并没有一味再去追求百公里加速数据的。之前我测春风450 MT 也是一样，它是从6000转开始放缓，而赛格龙 RX600 呢是从7400转开始放缓。因为它们都是 ADV 车型，用到最多的动力就是中低转，而且买这类车的人会经常拿去模拟，所以更多看重的是耐用度，而不是那一点 0.1 秒的百公里加速。从动力的调教上看，这台肖60和国际的一线品牌 DR60 动力是没差别的。现在测试的是发动机传递到手把的震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小水平页面的情况，整个转速区域的震动都非常小，发动机只有在断油的时候会有个比较明显的震动，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缸内的做工是断断续续的，转速高呢它又断火，转速低呢它又点火。我测过很多台车断火小水平的页面震动情况都是这样。一台60 V 缸的结构，
这个震动的控制算是非常优秀的。脚踏的震动要比手把的震动稍微明显一些，因为它离发动机的正源更加近一些。所有的跨骑车几乎都是这种情况，所以就统一对比手把的震动，因为人的手是最敏感的，如果很震的话，长途下来会很麻的。就从小水平的震动上看，这台发动机的震动就好过一大波比它排量小的双缸机。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测试过的车型，这台呢是春风450 MT 的，大家公认震动比较小的，这台这样调教呢就更小，整个转速区域呢震动都没有明显的增加。这台是无极 CE525 的。断火的时候，页面震动是最大的。这台是奔达拿破仑450的，震动最大的区域在3500转到5500转之间，6000到1万转呢，相对来说要小很多。这台是凯越赤鸟250的，比我之前测的321的机子要优秀一些，因为排量和功率都有所减小，所以震动也会小一些。这台机子最高转速在13300左右。我们看一下本田 CL300 的，是加了缓冲胶由单缸机的原因，到了4500转以上呢，震动呢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骁650的，可以明显的看到震动和发动机的排量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主要和发动机的缸数和调教有关。车辆的调教非常重要，尤其是 ECU 相当于车辆的大脑，控制着动力、震动、油耗，还有动力的体验感。这台车60的速度与90的速度下限油耗我都测的，结果测出来的下限油耗是 2.99 升，一个60的排量比某些400-500排量的油耗还要低，这个让我有点出乎意料。这个排量、这个油耗，通常只有进口车才能做得到，我们国产的已经赶了上来了。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接着看下一期。